因使用了一款胭脂，75岁的奶奶突然变成了18岁少女。她变年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和爷爷离婚。与此同时，奶奶每年轻1岁，村里就有一个小女孩意外丧生。后来我才发现，那分明就不是胭脂。英子，你奶奶怎么越来越年轻？尤其是那腰啊，又细又白，那屁股走起路来一扭一扭，紧致又挺拔。傍晚吃饭的时候，隔壁李婆婆突然来到我家。不等我回答，李婆婆从兜里掏出一大把糖，悄悄地塞进我口袋里，低着头凑过来，笑得贼兮兮的。丫头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奶奶是不是偷汉子了？这要是被人发现了，那可不得了。我低着头撕开糖纸，往嘴里丢了一颗糖。糖是好吃，可是李婆婆浑身一股馊味，我只想让她赶紧离开。李婆婆凑了过来，嘴巴都贴在我耳朵上，说：南村的小伙子昨天晚上进了你奶奶的房间，第二天早上，你奶奶的脸变得又粉又嫩的，头发都黑得油光发亮的。你爷爷知不知道？我一下就打断了李婆婆的话。我奶奶那是用了胭脂，所以脸才红红的。自从奶奶涂了胭脂后，整个人精神都不一样了，身体越来越好。以前走2步就要休息一下，现在可以直接上到村委会6楼，走楼梯都不带喘气的。我记得有一次下着大暴雨，奶奶不小心摔倒在泥地里，在雨里爬不起来，第2天才被村民发现。回来后就变得喜欢照镜子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都会脸红，然后低着头再抬头，变得越来越温柔了。以前特别暴躁，尤其是喊我们吃饭的时候，拄着拐杖，佝偻着背，一手撑着腰，站在村口大喊：这都到中午了，吃饭还要请吗？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和小妹就会赶紧绕过奶奶，免得被她的拐杖打到。现在呀，我和小妹一动，她就知道我们要往哪个方向去，一抬手就抓到我们了。说到这里，李婆婆突然变得激动起来，手也在发抖。我记得前年去世的刘伯伯也是这样，手抖啊抖，脑袋晃啊晃，拄着拐杖走起路来，整个人边走边晃。我忍不住笑出声来，真是调皮。李婆婆也笑出声来，眯着眼睛，露出好几颗大黄牙。告诉婆婆好不好，那是什么胭脂啊？那是东方牌胭脂。哦，是在哪里买的呀？是在相逢小店买的。想到这里，我耷拉着脑袋，看向病床上的小妹。奶奶每次去相逢小店买胭脂，都会让村里的小女孩扶着她，可回来的时候，小女孩却没有回来。小妹非常调皮，有一次偷偷地跟在奶奶身后，可回来的时候就变了。小妹比我聪明，最喜欢说话了，可自从那次回来后，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她不吃不喝，也不说话，睁着大大的眼睛看向屋顶。怎么推她，她也没反应。他们都说小妹是中邪了。我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看向李婆婆。李婆婆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，连拐杖都忘在了这里。我转过脑袋，继续看着小妹，却惊讶地发现爷爷回来了。他是木匠，我记得他是晚上8点才下工的，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？你奶奶呢？又死哪里去了？爷爷拄着拐杖，满头白发，脸上的老年斑因为激动而剧烈颤抖着。我低下了头，不敢说话。每当这种时候，千万不能回应他。一拐杖又一拐杖打在我身上，我紧紧闭上双眼，听到爷爷怒不可遏的低骂：他娘的，南村的小伙子是吧？好啊，等着。余光看到爷爷拄着拐杖走得极快，在墙角拿了一把砍柴的刀，哼哧哼哧地走了出去。我摸了摸脚上的青紫，今天打得比昨天轻，还能站起来。我掏出李婆婆给我的糖，撕开一颗走向小妹。小妹最喜欢吃糖了。第2天早上，天气很热，村主任带着好多人来到我家。他们中间有人抬着担架，担架上的人发出哎呦哎呦的声音。我跑过去一看，原来是爷爷，他脸上包着白色纱布，连拐杖都被劈成2段。走在前面的好像是李婆婆说的南村的小伙子，他的皮肤是小麦色的，健硕的肌肉上面布满了汗水，结实的腰身上挂着一条夏田劳作时穿的灰色长衣，身材匀称，没有赘肉。在他身后有一个人亦步亦趋地跟着，眼睛往他身上四处乱瞟，嘴里发出嘿嘿嘿的声音，一听就感觉很快乐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李婆婆。前面的人脚步一顿，嘴里嘟囔着真是见鬼了，然后看向我，高大的身影停在我面前。小丫头，人给你放这儿了，你家老爷子昨晚发癫一样，莫名其妙拿着柴刀就往我身上劈，让你家大人带他上医院看看。正恍惚间，村主任讲话了：陈康，你不要跟他讲没用。村主任隐晦地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他这里有问题。陈康看了我一眼，也没说话，径直把爷爷抬到炕上。看着他们忙碌的背影，我有些愣神。我知道自己不聪明，但被村主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指着自己的脑袋说有问题，我顿时感觉找到了同伴。原来村主任也不太聪明。天色渐渐黑了下来，炕的最东边躺着小妹，最西边躺着爷爷。我叹了一口气，不知道奶奶什么时候回来。这次是奶奶去相逢小店买胭脂最久的一次，已经3天了。旁边一个人低着头也不说话，就愣愣地坐着。村主任一伙人走了之后，就他留了下来。忘了说了，是南村的小伙子程康。
就着月色，他开口了：“我认识一个人，她很美，给了我心灵上很大的震撼，还说她有一个吃傻的大姐啊。”为什么要跟我说？感觉有被冒犯到。我也不想搭理他，一个劲的用脚踩在被劈成2段的爷爷的拐杖，只听着他嘴里一直在嘟囔：“白天还是小姑娘，怎么一到晚上就那皮又松又皱，一股老年味儿，是不是中邪了？也不至于呀。”说着说着，他站起来走了出去，没走几步又回头：“你妹妹如果回来了，记得……算了，妹妹。”我看向床上的小妹，她不是一直都在吗？陈康出去后，奶奶就回来了。英子，吃晚饭了没有啊？吃了，是杨玉。奶奶笑了笑，伸出苍白发皱的手，把自己额前的白发挽到耳后，在我耳边低声：“今晚有没有人来找奶奶呀？”你是怎么回答她的？我想了想，我没有回答，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。奶奶赞许地看了我一眼，从兜里拿出几颗奶糖塞到我手里。我低头看着手中的奶糖，眼前突然一闪一闪的，原来是奶奶发皱的小臂上戴着一个银镯子，小小的。因为奶奶很瘦小，正好可以戴进去。我盯着看了一会儿，是玲花的银铃手镯，好像很久都没看到它了。我记得这镯子是玲花过周岁的时候，她妈妈送的。玲花最宝贝这个银铃手镯了，舍不得磕到碰到一点。可能是我看太久了，奶奶迅速缩回了手。我抬头，奶奶，陈康来过了。奶奶发皱的嘴角往上翘了翘，接着抿了抿唇，低下了头。我看到奶奶头顶中间的稀疏白发，根本不像李婆婆说的黑的油光发亮。陈康他还说了什么？他说他认识了一个很美的人，给他心灵上很大的震撼。奶奶终于抬起了头，脸上变得红红的，然后她低头又从口袋里掏出奶糖。英子，不许告诉你爷爷哈。我看着满手的奶糖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奶奶，你那个银镯子真好看。奶奶笑得更开心了，也没多想什么，随手就摘了下来。突然一顿，看了看我。我笑着看向奶奶，露出整整齐齐的大白牙。奶奶突然就笑了，给我戴上了银镯子。傍晚，爷爷还在睡，他应该不知道奶奶已经回来了，还坐在旁边一直看着他。可能是白天太累了，我很快就睡着了。第二天睁眼的时候，发现奶奶起得真早。她坐在镜子前，用木梳子一下又一下梳着又长又黑的头发，好像哪里不一样了。我还闻到一股很浓的腥味。梳完头发，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色的包布，翻开后，里面居然是红色的钞票。奶奶开始一张一张的数钱，手指时不时在嘴里舔一下。她脸上带着笑意，弯着嘴角，明明是正对着镜子的，黑色的眼珠子却是看向病床上的小妹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快了。”奶奶一大早就出门了。我立马爬起来，走到奶奶梳头发的镜子前。原来是小盒子里面的胭脂用完了，奶奶去相逢小店买胭脂了。爷爷也看了看胭脂，还凑近闻了闻。我走出房门，天还没亮，灰蒙蒙的。远处走过一个高大身影，也是往相逢小店的方向去。小麦色的健硕肌肉，原来是陈康啊。他看起来一脸喜悦。我回到屋子里，洗了把脸，打算蒸点芋头当早饭。刚一转身，却发现爷爷出来了。他死死地盯着陈康的背影，喊来村支书和全村男女老少，拄着拐杖就去了。我晃了晃手上的银铃手镯，看了一眼炕上的小妹，也跟着去了。一大伙人浩浩荡荡地往相逢小店走去，连隔壁村都惊动了。去相逢小店的路上，要经过一片森林。突然一股扑面而来的腥味，有几个汉子已经忍不住吐了出来。这是谁家婴儿身上的奶味？怎么这么腥？可那股腥味并不是婴儿的奶味，分明就是奶奶身上的味道。但我没有说出来，我知道他们不会相信我说的话。前面不远处的碎石路上有一件橙色的外套，那衣服我记得是玲花的，因为衣服上有2只小熊的图案，是玲花拿水彩笔画上去的。她可能已经遇害了。相逢小店的门板关得死死的，村支书眼神瞟了一下，几个汉子迅速把门给踹开了。爷爷第一个冲了上去，恰好奶奶就走了出来，她脑袋上戴着一个大大的黑色帽子，整张脸都被遮了起来。爷爷龇牙咧嘴，一脸怒气，呼呼地喘着粗气，刚扬起拐杖想打奶奶，瞥了一眼周围的人群，就把拐杖放了下去，大喊：“请大家伙给我作证，老太婆一把年纪还不知检点，万一我老头子进去里面长时间没出来，请大家保我一条命。”说完哼哧哼哧地走进了相逢小店。我们都注意着店内的动向。没过一会儿，爷爷就出来了，脸上的表情有些不自然。他身后走出来一人，是李婆婆。原来去相逢小店的不是陈康，而是同样身材高大的李婆婆。大家都散了呀，都是误会，回家去吧，该干嘛干嘛。村支书说了几句场面话，带着人群四下散开。我这才看到村支书身后跟着陈康。陈康抬头看着相逢小店的牌匾，眼里露出了极其迷恋和欣喜。可能是我看错了，他嘴角带着一种胜利的微笑。我正想凑进去看看牌匾，突然刮来一阵风，好大一股腥味，就像是过期的人奶。这股腥味是从奶奶的方向飘来的。风越来越大，奶奶的黑色帽子被吹开一角，帽子下的脸粉嫩白皙，
表情羞而带怯。这哪里是75岁的奶奶啊，分明就是18岁的少女，真像躺在病床上的小妹脸上的肌肤。这股风刮起来的同时，李婆婆瞪圆了眼睛，眼里闪着贪婪的光。爷爷也看到了帽子下奶奶的脸，他嘴唇颤抖着，说不出话来。来相逢小店买东西的人越来越多，爷爷眼里闪过一丝金光，拉着奶奶就往回跑。奶奶白皙紧致的小臂上戴着一个银铃手镯，我又低头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手镯，分明都是玲花的，因为当初玲花她妈妈送给她的周岁礼就是一对银手镯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奶奶每年轻1岁，村里就有一个小女孩消失不见。头顶相逢小店4个红漆大字越来越鲜艳，里面一定有秘密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打算进去。李婆婆突然掐住我的手臂，她异常苍老的指甲狠狠地嵌进了我的肉里，我疼得直冒冷汗。死丫头，你要去哪里？记忆中李婆婆脸上都是带着笑的，可现在恶狠狠地盯着我，这眼神就像杀了我一样。我有些害怕地缩了缩脖子。怎么了，英子？李婆婆突然变了脸，笑得和以前一样，仿佛刚刚是我看错了。我大着胆子，玲花在相逢小店里面，你看看那是谁？李婆婆话音刚落，一个扎着2个马尾的小身影就跑了出来，狠狠地拽住了我的手。她瘦小的2个手腕上赫然戴着那对银铃手镯，是玲花。玲花看到我就嚎啕大哭起来，低着头一抽一抽的，那双小手一直拽着我的衣服不肯松开，直到我拿出那件橙色的小熊外套，她才抬起头。姐姐，我好怕，刚刚好像迷路了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站在一旁的李婆婆一脸庆幸，要不是我今天出门早，她早就饿死了。这人小小的，胆子这么大，一个人就敢半夜出门。我看到她的时候也不说话，病恹恹地躺在那块大石头上，一看就是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你赶紧说说她，让她尝尝教训。我跟她说话也不搭理我。李婆婆走了之后，玲花又哭了起来。我怕李婆婆，我长叹了一口气，摸了摸她的脑袋。才7岁的小女孩，肯定又被吓哭了。小妹7岁的时候可凶了，也是摸一摸脑袋就好了。我又摸了摸她的脑袋，收回手的时候，却发现手掌心全是白色的头发，可玲花的头发明明是黑色的。我又把手覆了上去，一摸掉一大把，玲花的头顶都快空了。姐姐，怎么了？玲花一脸疑惑，拽着我衣服的手更加用力。我才发现玲花的手也很奇怪，就像冬天河流结冰的水一样冷，可现在分明是夏天。姐姐，你送我回家吧。见我没有反应，玲花有些害怕，又拉了拉我的手臂。触碰到我手臂的时候，明显感觉她的手指极其柔软，滑腻腻的，又湿又软，好像没有骨头一样，一用力就变形得像包子，形状怪异。我还是没动。玲花又用力拉了拉我的衣袖，突然间，那软软的手指像包子一样裂开了，里面流出了黏滑的水，带着浓浓的腥味。我吓到说不出话，那腥味和奶奶胭脂里的腥味一模一样。就算我再傻，我也知道这不正常。我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：玲花，你痛不痛啊？玲花想了一下，刚开始很痛，现在不痛了。我叹了一口气，从口袋里掏出上次李婆婆给的糖，递给玲花。吃了糖就再也不会痛了。英子，你还不回去啊？打算也躺在石头上啊？前面传来李婆婆的声音，她小跑着过来，一脸不耐烦。玲花交给我，我送她回家。你快回去吧，你奶奶吵着要离婚呢。玲花突然松开了我的手。天已经黑了，我小跑着回到家里，房间里那股腥味还没散去，反而更浓了。奶奶已经摘下了帽子，坐在镜子前梳头发，长长的头发又黑又顺。镜子里的奶奶宛如少女一样，嘴唇粉嫩又饱满。奶奶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仿佛想到了什么，轻轻地笑了起来，白皙优美线条的颈部也跟着颤动。爷爷吞咽了一下，布满皱纹的脸上，2只小小的浑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奶奶。广芬啊，你咋越来越好看了，身上也香香的。奶奶把自己额前的小碎发撩到淡粉色的耳后，用纤细的指尖挑起小盒子里面的奶白的胭脂，轻轻涂在脸上。指腹打着圈慢慢化开，脸颊变得越来越粉嫩，和少女的脸部皮肤一模一样。爷爷站起了身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晦暗。他迅速去洗了个澡，拄着拐杖走得极快，出来后坐在边上一直看着奶奶。广芬啊，我们好久都没。奶奶坐在镜子前依旧梳头发，梳完头发后拿出红色包布开始数钱，看都不看爷爷，也不和他说话。爷爷有些局促，感觉他们怪怪的。玲花比他们好多了。我跑到小妹的身边，她还是睁大眼睛空空地看向屋顶，我也看向屋顶，什么也没有。刚移开视线，就看到窗外有一个高大的身影，我以为是陈康，想不到是李婆婆。我正想说些什么，奶奶说话了：刘老根，我们离婚吧。你这不是胡闹吗？爷爷有些气急败坏，颤颤巍巍地指着奶奶：你嫁到我刘家，是少了你吃，还是少了你穿？要是被在外的孩子们知道，一把年纪了还闹离婚，你不害臊吗？你离了我还想嫁人？嫁给谁？门外的流浪汉吗？爷爷伸出皱巴巴的，有些弯不过来的手指拍了拍自己的脸：你不要脸，我还要这张老脸呢。奶奶把手中的木梳子重重地放下，这声音像惊雷一样，床上的小妹抖了一下。我开心地跑过去，
可小妹还是老样子，仿佛刚刚那下是我看错了。我失望地抬起头，却发现奶奶在哭。她弯着腰，用白皙的双手捂着脸哭。很久都没有看到奶奶这样哭了，上一次还是很多年前，爸爸妈妈出车祸的时候。其实家里的所有农活都是奶奶干的，全家穿的衣服也都是奶奶在晚上就着昏暗的灯光，用手一点一点缝的。为什么是晚上？因为白天还要送我和小妹上学，村口有流浪汉，每次我们经过的时候，他就看着我和小妹，那眼神很讨厌。我们早上4点半就要起床，去学校的路上要经过一大片原始森林，里面还有野狼。奶奶拿着锄头一来一回接送我们，一天就没有多少时间了。听李婆婆说，奶奶以前也是这样接送爸爸上学的。爷爷只管自己的工作，一下工就坐在小桌前，吃着花生，喝着小酒。在外面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，回到家里对奶奶不是打就是骂，可他对外人却是客客气气的，哪家哪户有点急事，他都会去帮忙。所以家里出点什么事情，村里人都会以为是奶奶的问题。所以奶奶变成这样，也是爷爷害的。可是奶奶不应该害玲花，她才7岁啊，要离婚，等我死了再说。爷爷把拐杖重重地扔在地上，现在想离婚，没门。奶奶脸上的指纹越来越深了，眼睛里全是浑浊，背也佝偻着，嘴唇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得乌青。她突然抬起了头，眼里满是笑意。好啊，那就不离婚了。这一夜睡得很不踏实，我带着小妹睡到了隔壁的房间。窗外下着大暴雨，连屋顶都被雨水冲烂了，水流顺着屋檐流下，打湿了我和妹妹的床铺。电闪雷鸣间，好多野猫都跑进来躲雨。眼皮越来越沉重，我蜷缩在小妹身边，渐渐睡着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村支书神色焦急地带着一大伙人冲进了我家，身旁还跟着几个警察，说昨晚在南村发现了几具小女孩尸体，死相怪异，仿佛是被煮熟的，高温致死，怀疑我奶奶有嫌疑。说看到我奶奶昨晚从南村出来，有好几个目击证人。爷爷站在门口背对着他们，突然就笑了。不可能，你们肯定看错了。村支书若有所思地看向奶奶的房间，不再说话。爷爷转过身来，又重复了一遍。村支书脸上瞬间爬满惊恐。你的脸怎么烂了一个洞？顺着村支书的目光看过去，爷爷的脸上真的有一个大窟窿，边上的肉往外翻，露出中间的鲜红肉筋，看着十分瘆人。人群中不知道是谁问了一句：不痛吗？爷爷这才后知后觉，用手挠了挠脸，不痛啊，还有点痒。也许是爷爷脸上的窟窿看上去很吓人，人群中开始窃窃私语。昨晚我家院子跑进来好几只野猫，逮着人就咬。嚯，真吓人。是啊，现在这个暴雨季节，赶紧封窗吧。被猫咬伤24小时之内，赶紧去打狂犬疫苗啊。爷爷哈哈大笑起来，没事儿，我身子骨硬朗，小毛病可找不上我。话音刚落，我就听见了一声不屑的冷笑，声音极其微小，可大家好像都没有听见。循着声音望去，奶奶坐在梳妆镜前，像往常那样往脸上涂胭脂，动作十分优雅。涂完胭脂后，又把红色包布翻开，弯着腰眯着眼睛，开始数钱。这次的胭脂似乎不管用，奶奶脸上的皱纹还是很多，沟沟壑壑，非常苍老，头发也不似昨晚那样黑。奶奶似乎也发现了，对着镜子，用满是皱纹的手指拨开头顶的白发看了看，又张开了嘴看了看自己的牙齿，牙齿又尖又黄，连牙根都看得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咬人一定很痛。我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虎牙，刚一转头，却发现村支书也在看着奶奶。奶奶似乎发现了村支书的目光，她笑了笑，露出了又尖又黄的牙齿。第二天早晨，村里的喇叭响起，是村主任的声音：请注意，请注意，南村和西村又发现了3具小女孩尸体，请各位家长注意，天黑后不要再出来散步、遛弯，请看好自己的小孩，记得关好门窗。接下来请仔细听，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。先看一看自己的女儿、孙女是否都在身边，如果不在身边，先在周围找一圈，如果还是没有找到，请速来村委会6楼。喇叭声夹着细微电流声戛然而止。爷爷坐在床上，皱着眉头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手里的拐杖一下一下敲击着地面。英子啊，你奶奶昨天晚上又去哪里了？仿佛知道问我也是白问，他挥挥手，出去做饭吧。我点了点头，老实的从墙角拿了几个洋芋出去。先把洋芋洗了洗，放入锅里，再烧点柴火，很快锅里冒出浓浓白烟，过程很快，也就10分钟的样子。我端着煮熟的洋芋，用脚推开了房门。刚刚还坐在床上的爷爷，此时竟坐在了奶奶的梳妆镜前，还往脸上涂抹些什么。见到我，爷爷眼里闪过一丝慌张，手忙脚乱地整理起了奶奶的梳妆桌。他咳了一声，芋头熟了呀。我点点头，视线从爷爷的脸看向梳妆桌，一盒被打开的胭脂。看什么看，出去！爷爷有些恼羞成怒，这个时候不能惹他，我灰溜溜地跑了出去。刚想到小妹还在房间里，我又跑了进去。你又进来做什么？我讷讷地低着头，小妹还没吃早饭。爷爷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怒骂：带着床上那个废物给我滚出去，再进来老子打死你！我极快地把小妹背在身上，跑到了隔壁房间。正想给小妹喂饭的时候，
陈康来了。陈康站在门外，来回踱步，想进来又不想进来，只是那眼眶凹陷，一脸乌青，仿佛被吸干了精元。可他的表情却极其突兀，一点都不像没有精神的样子，反而面带着羞赧，脸颊发红。几经纠结，他还是走了过来，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：“你妹妹呢？”还没来得及回答，突然一声闷哼，倒在了地上。他身后赫然站着李婆婆。别出声，不然也给你一棍。他拿着棍子凶狠地看着我，然后迅速从裤兜拿出麻绳，一圈又一圈把陈康捆紧，最后还把他的嘴给堵上了。我吓得不敢说话。爷爷从屋里冲了出来，看着地上满头是血的陈康，突然跳起了脚，脑袋上青筋暴起。我就知道，造孽呀！这两个狗东西背着我干这事，真不害臊啊！骂完就高举着拐杖，一下一下往陈康身上招呼，几棍子下来，陈康已经彻底说不出话了。李婆婆闪身站在陈康面前，不让他打。爷爷的脸色巨变，越来越暴怒，狠狠地盯着李婆婆。李婆婆好像不怕他似的，眼神直直地看着他，嘿嘿两声阴笑，这小子留着用处可大着呢。一瞬间我就明白了李婆婆要做什么，她要用陈康对付奶奶。你家老太婆突然变得这么年轻，你就没想过为什么吗？你不怕她彻底变年轻后，直接一走了之，和这个小伙子私奔？老根，你想不想变年轻？最后一句话让爷爷彻底放下拐杖，他心脏不好，医生也说没几年了。其实半夜里，我经常听到爷爷用各种方法逼迫奶奶，让她说出变年轻的法子。一开始是各种好话，连哄带骗，可奶奶根本不吃这套。渐渐的开始动辄打骂，夜里常常传出年轻女人发笑的声音，没错，不是哭泣的声音，而是冷笑。到后来，爷爷房间里再也没传出来过任何声音。李婆婆身材高大，今年也才60岁，这会儿佝偻着背，凑在爷爷耳边商量着对付奶奶的方法。爷爷脸上的表情由怒转喜，最后一脸奸诈。他们丝毫没有顾忌站在旁边的我，我一勺一勺地给小妹喂饭，总感觉小妹就要苏醒了。夜晚，窗外乌云密布，房间里，爷爷坐在炕上，冷眼瞧着陈康，手中的拐杖一下一下杵着地面，逐渐不耐烦，这件骨头怎么还不醒？李婆婆充耳不闻，在奶奶的梳妆桌前四处翻找，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兴奋，手下的动作越来越快。爷爷不屑地看着李婆婆，别找了，那胭脂我用了，根本就没啥作用。你想想，相逢小店怎么会卖那种胭脂？如果有用，那不是人人都去买，人人变年轻？那村里不是乱套了吗？你少诓我！李婆婆一副我还不知道你什么货色的表情，要有用，你自己早藏起来了。我要的是你老婆子涂脸的胭脂，不是什么相逢小店的胭脂。你别忘了，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如果我制作出来了，会少你的份儿吗？爷爷一听，赶紧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木盒子，递给李婆婆。这玩意儿是真没用。李婆婆一把夺过，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，就是这个气味。你家老太婆涂的胭脂混着一股人奶的腥味儿。说完就宝贝似的把胭脂放进了兜里。他奶奶的，我涂了为什么没用？难道要女的才行？爷爷低声咒骂起来，又狠狠地踹了几脚躺在地上的陈康。陈康被踢一脚，这会儿已经醒了过来，迷迷糊糊地看着爷爷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爷爷眼里闪过一丝狡诈的笑意，他看向一旁正在给小妹喂饭的我，你去把你奶奶的照片拿过来。没办法，爷爷的拐杖打人太痛了，我只能照做。我跑到隔壁房间，在放衣服的箱子最底层找到了照片。照片上的奶奶满头白发，脸上皱纹纵横交错，却掩盖不住眼底的慈爱。她坐在小板凳上，望着那个正在玩耍的小女孩，满脸笑意，目光宠溺温柔。鼻子一酸，真的好想哭。那个蹲在地上玩沙子的小女孩就是我，可奶奶却不再是那个奶奶了。让你找张照片都要这么久，干什么吃的？爷爷怒骂的声音传了过来。我一慌，照片没拿稳掉在地上，蹲下去捡的时候，一张白纸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是病历诊断书，几个大字：朱广芬，女，75岁，诊断为白血病，晚期。白血病就是癌症，为什么我记得这么清楚？因为村支书就得了白血病，召集村里人给他捐款治病，也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。一股凉意从我后背升起，原来奶奶得了癌症，为了活下去，所以才用小女孩制作胭脂吗？可是为什么玲花是那个样子，像活死人一样？爷爷怒骂的声音再次传来，我不敢再耽搁，拿着照片就往屋里跑。陈康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，睁着眼睛十分警惕，不理解李婆婆为什么要用手指粗的麻绳绑着她。爷爷接过照片后，用拐杖敲了敲地面，企图吸引陈康的注意力。他咳了一声，你的名字是叫陈康吧？看看认不认得这个人。爷爷把奶奶的照片放在陈康眼前，顺手拿下他嘴里塞着的布条。站在不远处的李婆婆一脸看戏的表情，直勾勾地盯着因拿出布条而剧烈咳嗽的陈康。陈康喘了口气，满脸愤怒，为什么要用绳子绑着我？你们抓我就是为了让我看着这小孩的奶奶？陈康回头望向李婆婆，偷袭我的人是你吧？这老头精神有问题，你也有问题啊。李婆婆没料到陈康会看她，有些语无伦次，
半天都没说出一句话。陈康反问：当初他拿着柴刀跑到我家砍我，你们不是都看到了吗？为什么还帮他偷袭我？爷爷一听自己被骂精神有问题，一脸阴沉。陈康，你看仔细了，这照片上的人到底是谁？陈康反而笑出了声音：是谁？你不要告诉我这是和我恋爱的妹子，我是不会信的。我突然想起了陈康来到我家的时候，他在月色下说出的话。我虽然傻，但还是觉得陈康心里已经有点苗头了。陈康，爷爷拄着拐杖在地上重重地杵了杵，见他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，整张脸都变得阴险起来。他佝偻着背，一双浑浊的小眼睛死死地盯着地上的男人，缓缓靠近他耳朵，一字一句笑着说：和你谈恋爱的妹子腰部是不是有一颗红痣啊？在最左侧。陈康的俊脸唰的一下就白了。爷爷看着陈康的反应很满意，哈哈大笑：我自己的媳妇儿我能不知道吗？不单单是腰部有颗红痣吧，右胸前是不是也有一颗呢？闭嘴，你给我闭嘴。陈康彻底疯了，胸膛剧烈起伏，本就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一挣扎，整根麻绳都脱落在地。他发了疯一样扑过去，掐住爷爷的脖子，给老子闭嘴。一声响彻云霄的雷鸣，窗外下起了大暴雨，闪电映照下，爷爷的脸变得青紫。许是这声惊雷拉回了陈康的理智，他松开了掐着爷爷脖子的手，不顾一切地冲进暴雨里。我叹了口气，李婆婆连忙招呼着我，一起拉起爷爷坐在炕上。就在这时，奶奶回来了。我有点想奶奶，虽然她害了这么多小女孩，但还是想她。只要奶奶在，我就不会挨打，也能吃得饱，小妹也能洗澡，因为我饿的时候根本抬不起小妹。我怯生生地喊了一句：奶奶。奶奶站在阴影里，看不清表情，身上似乎在滴水。她嗯了一句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奶奶回来后，周围都是冷的。刚把爷爷扶上床的李婆婆这时候有些慌张，她讪讪地笑了笑：广分婶，你回来了呀，其实也没啥事儿，我这就走哈，不打扰你们了。能感觉李婆婆很害怕，因为她走的时候裤脚一直在抖。其实我也有点害怕，但奶奶从未伤害过我，但我还是害怕。我低着头，绞着手指，不敢抬头看奶奶，能感觉奶奶的视线一直在我身上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奶奶终于说话了：早点睡。我像是得到了特赦令一样，赶紧爬上炕，蜷缩在妹妹身边。奶奶把灯关了，可是我好饿呀，白天爷爷把剩菜剩饭全吃了，没有留给我和小妹。唯一的芋头我喂给小妹了，可我又不敢对奶奶说，现在的奶奶很陌生，我都有点不认识了。半夜，耳边传来一阵咀嚼的声音，这声音是从奶奶的方向传来的，像吃脆骨一样，感觉很好吃，很香。咀嚼声有点大，吵得我睡不着，越听越饿。我的肚子咕咕响，那咀嚼声突然就停住了，过了一会儿又开始咀嚼起来。我终于忍不住了，舔了舔干涩的嘴唇，奶奶，我好饿。咀嚼声停住了，我以为奶奶睡着了，可没过一会儿又开始咀嚼起来，越嚼越香。奶奶，我也想吃。突然响起一个惊悚的声音，这个你不能吃。我转过头去，看着奶奶的方向，黑漆漆的。突然间，窗外一阵闪电，奶奶的头上长出了一对耳朵，眼睛里冒着绿光，嘴巴两边长出了长长的胡须，黑色的长尾巴甩来甩去。我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巴。在闪电下，奶奶像只猫一样佝偻着背，一会儿爬上屋檐，一会儿跳到床上，非常矫健。我吓得浑身发抖，整个人都缩在被子里。我撩起被子又看了一眼，好像刚刚是我的错觉，根本没有什么猫。随着一声惨叫，灯被打开，爷爷头上冒着冷汗，扶着一只手臂，脸色发青，极其痛苦。英子，快找医生，我被猫咬了。我一转头，刚刚还趴在床上的奶奶不见了，一只小黑猫不知从哪里窜出来。爷爷一拐杖下去，小黑猫瘸了腿，趴在地上，嘶哑地尖叫起来，腿部断裂的骨头都露出来了。爷爷还想再来一棍子，小黑猫挣扎着跳到了窗外。他娘的！爷爷转身翻找奶奶的梳妆镜，钱呢？那个用红布包着的钱呢？英子，快帮爷爷找找，背着爷爷去卫生院，爷爷痛得走不了路。那只脚部断裂的黑猫突然又跑了回来，它从窗户往下跳，摔到地上，一瘸一拐，挣扎着爬起，从桌子底下叼着红包布往窗户上跳，每跳一次就摔到地上，一次又一次。畜生，这是要成精啊！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爷爷咬牙切齿，扬起拐杖狠狠地打了上去，小黑猫被打得奄奄一息，叼着的红色包布也不松口。终于一个起跃，黑色小猫一瘸一拐窜出了窗户。就在此时，广播声响起，村主任的声音传出：请注意，村口涌出许多野猫，为防止造成人员伤亡，请大家拿好家伙，随我一起将野猫铲除。另外，在野猫的尸体旁，我们又发现了2具小女孩尸体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一愣，迅速打开窗户，密密麻麻的各种颜色的野猫，无论大小，都往一个方向跑去。顺着它们去的方向，正是相逢小店。爷爷双眼发红，咬牙切齿，从厨房拿起了一把柴刀，就跟着去了。这些畜生敢咬我，还叼走我的钱，看我不劈死你们！野猫的身后跟着浩浩荡荡的人群，他们脸上都带着悲痛和愤怒。
打死这群野猫，害人的畜生啊！我的孙女就这么没了，活生生的一个人啊！要点火烧死他们，烧死他们不够，还要把朱广芬这个邪老太婆一起烧死。她年轻的跟小女孩一样，就是她借了我孙女的寿啊！原来村里人早就知道奶奶变年轻了，只是他们都不说。难怪夜里给小妹喂饭的时候，总感觉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我。相逢小店外围满了人，全都涌进了里面。就在一瞬间，所有的猫都消失了。不知是谁惊呼一声：“嚯！这店还有后门！你看，这门上贴着黄符，不会封印着什么脏东西吧？会不会是野猫成精了？管他什么野猫精，敢害我女儿，我豁出命也要宰了他！”村主任说完，带领几个汉子将门砸开，一阵灰尘扬起，带着浓浓的腥味。灰尘散去后，里面竟然是一个隐秘的山洞。山洞里摆满了密密麻麻的玻璃容器，容器下方连接着加温的电锅，每个玻璃容器里都泡着一个小女孩。在场的人无一不感到恐惧，震惊下说不出一句话。有个汉子壮着胆子上前查看，突然跪在地上干嚎，拳头哐哐砸着地面：“我的女儿啊，到底是谁干的？我要她偿命！”这话一出，好几个妇女晕倒在地。我死死地掐住手心，难道玲花就是这样被练出来的吗？人群中响起暴躁的怒骂：“朱广芬，你个老妖怪，赶紧给我滚出来！你害儿孙啊！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那只黑猫精就是你变的，这些奇奇怪怪的邪法子也是你干的。”这话一说完，又有一个妇女倒在地上，脸色惨白，嘴里喃喃道：“难怪呀，难怪呀，我的小女儿就是被一只黑猫迷惑离开的，再也没回来过。我的女儿啊！”人群渐渐骚动起来，烧死她，烧死她！一声巨响，远处一个装着女孩的玻璃容器瞬间炸开，里面翻滚出一个5、6岁的小女孩。她皮肤灰白，一层薄薄的皮肤在身体上，整个人像个包子一样臃肿，和玲花的皮肤一模一样，不断有体液从她身上流下。她睁开眼睛看了看，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：“妈妈，我要妈妈！”小女孩张开手臂，大声呼喊着，可是所有人都恐惧地往后退。人群中有个女人像疯子一样跑来，不顾一切把小女孩搂在怀里：“妈妈在，妈妈在，不怕了呀，不怕。”女人极其耐心地安慰小女孩，眼中的泪水却是一直往下淌。又有一个女人走了过来，眼中的悲痛丝毫不亚于地上痛苦的女人。我才发现那是玲花的妈妈，她胸前的衣襟湿了一大块，很明显是才生产完，乳汁沁了出来。我来告诉大家真相，你们看，那是谁？所有人顺着玲花妈妈所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在暗处还蜷缩着一个老太太，她佝偻着背蹲在地上，手里拿着一盒胭脂。那是李婆婆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李婆婆双手抱着头，嘴里喊着：“是村支书，一切都是村支书干的。”众人一回头，惊讶地发现村支书根本没来。要知道，往常村子里发生这种大事，村支书是冲在第一线的。玲花妈妈愤怒的眼睛里仿佛要喷出火来，她看着一直望向自己的人群，突然愣了愣，低着头哭了起来。村支书囚禁我，让我给他生儿子，他威胁我不这样做，就让我再也见不到女儿。我没办法，真正接受的不是朱老太啊，是村支书啊。他得了癌症，想活下去，找了一些外国人做了一套仪器，加上民间邪术害人，可他还是抓走了我的玲花。此言一出，人群中出奇的安静，下一瞬响彻云霄的怒骂。村主任颤颤巍巍地坐在了地上，喃喃道：“难怪他跟我说要出国，去把那老东西抓回来，快报警！”我震惊地说不出话。那我奶奶呢？既然和他无关，那他为什么？正在思考间，所有的玻璃容器都炸裂开来，山体瞬间崩塌。一只手推了我一把，几乎在这一刻，所有的野猫从四面八方钻出来，嘶哑的哀嚎，把所有的人都驱赶出山洞，而他们却被乱石活活砸死。我回过头去，只见一个瘸腿老太太眼含泪水，对着我点了点头：“是奶奶。”人群压着我不受控制的后退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只喊出一句话：“为什么？”我有好多问题想问奶奶，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出来？你是黑猫对不对？你和陈康到底，可是我被夹在人群中，离奶奶越来越远。我清楚地看到奶奶的嘴在动，她在回答我，可我听不清。我的眼泪不受控制流出，可奶奶却笑了。她牵着一个小女孩的手，在向我们告别。我知道那个小女孩是玲花。相逢小店塌了，巨大的冲击力奔涌而出，一双手稳稳地接住了我。我转头，那人是玲花的妈妈。她边哭边笑，我的小玲花终于解脱了。原来奶奶变成黑猫后，释放出小女孩的魂体，带着他们去到往生投胎。玲花妈妈给了我一个红包布，说里面的钱是奶奶攒下来的，是留给我们走出大山的钱，要我们好好读书，去认识更大的世界。小妹醒来后，我们坐上了去往求学的大巴车。一路上，她紧紧攥住我的手，她问我奶奶呢？能感觉她很害怕。她说看到奶奶变成黑猫精，抓走了她的同学。我给她讲了一个故事。真相。村支书在得知自己患上癌症的那一刻，心里恐惧，连夜请来东南亚的邪术师，还有现代科技的实验人员，在相逢小店后山凿了一个洞，炼制长生液。
邪术师说，要18岁以下的女孩用高温水将她们活活溺死，再封住灵魂打桩，使她们变成活死人，这样她们既没死，也不会长大，所以寿命就可以自然嫁接，移到村支书身上。本来一切都正常进行，突然有一天跑进来一只黑猫，意外地放走了一个小女孩。东南亚的邪术师很害怕，他们看到那只黑猫变成了一个老婆婆，又变成了美丽的少女。在东南亚，能这样变化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湿婆神，是毁灭之神。他们害怕得落荒而逃。可村支书不信邪，请来民间大师一看，发现只不过是人死后的一股执念进入了黑猫的尸体，变成了黑猫精。大师不愿滥杀无辜，只给了村支书几张符咒，让他贴在门上就可挡住黑猫精。与此同时，他偷偷破了东南亚的邪术。村支书见邪术失效，又怕事情败露，直接在村里大肆宣扬朱家老太太成精了，要借小女孩的寿，最后嫁祸给李婆婆，争取时间逃到国外。一时间，朱老太被千夫所指，成为人人怀疑的对象。朱老太干脆将计就计，编造出胭脂能返老还童的谎言，营造出野猫吃人的假象，将所有人引到相逢小店。山体坍塌后，村支书以故意杀人罪被捕，死刑。村主任来到朱老太家里，发现地上躺着一具死相凄惨尸体，是刘老根。经法医尸检，死因狂犬病。玲花妈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有一天下着暴雨，一位孤独的老人家摔在泥地里，爬不起来，没有人能帮他。潮湿、疼痛、寒冷、窒息，还有土里的虫子啃咬着他苍老年迈的身体。他不受控制地张开嘴巴，心里在想：我好想坐起来呀，我好想站起来，好想擦干鼻子里的水。可是他做不到。有没有人啊？能不能救救我呀？他喊不出，意识一点点涣散，想喘气呀，想喘气。突然来了个小伙子，他也不说话，大掌一撑，托起老奶奶的两边胳肢窝，背起老奶奶就往山下走。他仿佛就像一条窒息的鱼，游进了水里，呼吸一下子通畅开来。小伙子步伐很稳健，步子迈得极大，连湿泥土也滑不倒他，一看就是刚打完猎准备下山的。也许是下着暴雨，收成不好，他身上只有一杆猎枪和一只奄奄一息的小黑猫。小黑猫可能是误伤的，受伤的腿还绑着小伙子的灰色衣衫。他目光警惕地看向四周，没办法，附近可能有野狼。可是前方山体坍塌，泥石流就要下来了。他扔掉了猎枪，背着老奶奶和一只小黑猫拼命往山下赶。可是啊，泥石流还是来了，同时背上滑下来一只手，连小黑猫也失去了呼吸。那个小伙子也发现了，可他依旧卯着一股劲儿，背着老婆婆下山。哗，泥石流终于还是来了。小伙子被巨大的冲击力撞到一旁的石体上，老奶奶的尸体翻滚在泥土里。在那个年代，其实这样也好，老奶奶直接入土为安，这样也正常。可他爬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背起老奶奶，接着往山下走。纵使老奶奶早在他背上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自然界真的很强大，泥石流也很强大，他们还是被冲散了。小伙子第二天在一堆泥沙中醒来，老奶奶和小黑猫却不见了。他一翻身，旁边躺着一个陌生的少女。少女像刚刚重生一样，睁着懵懂的像迷失方向的小鹿的眼睛看着他。小伙子的脸一下就红了。可是少女像刚刚出生的婴儿一样，不会走路，也不会说话。小伙子背着她到村里一户一户人家去问，去了村主任家里，也去了村支书家里，都说不认识他。最终他来到村主任家里，希望村主任能想想办法。村主任哈哈一笑：你就当捡了个媳妇。小伙子脸红了，少女也低着头。夕阳下，两人一前一后的走着。少女刚刚学会走路，走得非常慢，前面的人时不时停下来。就这样，两人慢慢地走到了家里。小伙子是孤儿，是村主任把他养大的，所以在自己家里只有他一个人。他从衣柜里拿出一条崭新的毛巾。你好，我是陈康。还有，你别怕。后来，老奶奶濒死的时候，对着最疼爱的大孙女说，从来没有人对她那样好，会在她被雨淋湿的时候，给她毛巾，